好了，兄弟们好，点关注不迷路，好玩具不停更，很长时间没有跟兄弟们一起分享一下当下最新的孩之宝 Mobile Legends 的产品了啊。那么这一波赶个热度啊，不知道能不能赶上中文首发啊。那么就是眼前的这一套来自孩之宝 Mobile Legends 漫威 vs 卡普空2游戏线的金刚狼与银武士双人套。那么这一次是全网拼命的搜索啊，终于是在淘宝发现这一家，那么有这个准现货，而且价格也是全网最低，然后再用券啊等等的叠加了以后啊，用券用淘金币等等的一个叠加啊，那么也算是低于预定价了啊，而且是低于预定价有一定的程度啊。这次的话是3C 版啊先行啊，那么这次港版的话可能要等上很一段时间了啊，可以看到，那么这次的3只双人套啊，那么这个3C 的行货啊，不知道品控会不会比港版的要逊色啊？生产厂是东莞新力五金塑料有限公司啊。可以看到这一套2只人偶是以一个特效键啊，游戏的这种发招特效键啊为这个卖点啊。那么当然这次的最值得说到的就是全新归的我们的游戏，也可以说是类似漫画虎纹蓝啊的一个这只金刚狼啊。那么整体是比之前的所有孩之宝的 Mobile Legends 的金刚狼啊要大上2圈啊。那么盒子的话就是如此啊。2位角色的一个名称，然后 VS 啊，那么盒子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我们废话不多说啊，拆开来具体看一下2只人偶各有什么优缺点和特色。OK， 那么拆出所有内容物，把玩一番以后啊，那么也是摆了个 pose 啊，对阵的场景啊。那么我们首先就从这次特别的这个特效键开始说起啊。那么首先银武士给的是2个的支架都是一模一样啊。然后银武士这边是一个软胶的透明键啊，不是硬胶啊，不是 ABS， 是一个典型的 PVC 透明软胶啊，通透度很好啊，发色也不错，但是有一些这个模具上的这种小圆圈啊，还有这种小孔啊，注塑小孔，所以说是但是这个软度和成型度还可以啊。那么然后这个2个小支架地台就非常的又软啊，又容易变形啊。那么2段关节还不错啊，好在地台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形，有轻微的一个变形。然后这个大飞镖特效啊，没什么问题啊，可以调整角度啊，朝向啊。但是这一个金刚狼的非常大的这个可以看到特效键。也是一个白色透明键，然后上面进行了一些我认为还不错的一个喷印涂装啊，有渐变的一个蓝紫色啊，但是这个然后有这个3个卡位属于是啊，这里一个啊，这里一个，这里一个，都是两只砖的这种啊，但是一般也只会卡在中间。那么卡在中间以后啊，这2个支架孔洞给的，我觉得有点很奇怪啊。这种不知道啊，可能就可以像这种才能保持一个平衡啊。那么你想像这种的话啊，可以看到，如果是借一个重心啊，然后让这个呈现一个 X 型啊，那么也勉强可以啊。但是为什么他不把孔洞弄到中间？这个我有点无法理解啊。他弄在2边的话，这个平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可以看到啊，很不容易调整啊，只有在特定的这个角度啊，那么才可以啊。所以说这个地台支架有点比较鸡肋，而且这么大的一个特效键本来是设计的非常好的，但是如果它有一个能够这个给这个爪子的槽位啊，那么我觉得那个就非常 nice 了。好的，那么特效键就不多说啊，我们重点开始来看一下这次的金刚狼狼叔。那么狼叔省流我们直接来总结优缺点就行，可以
3C 行货代理版啊，那么品控我认为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啊，但是总的还不错啊。可以看到我这支的一个涂装啊，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这里有一个小瑕疵啊，然后面罩的这个部位有一个瑕疵啊，那么其他的没有太大问题啊。OK， 那么这个优缺点啊，优缺点，首先我们直接来说一下它的缺点啊。缺点就是基本上有3点啊。这个肩关节啊没有蝴蝶肩，是一个学着老迈的帆船般啊，跟我们之前说过的干力士的肩啊差不多啊。不知道为什么不拉满啊，不过这也是孩之宝 Mobile Legends 的一个一直以来的尿性啊，没有任何一款产品是接近完美啊，当然也有啊，很少啊。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球冠啊，然后没有一个蝴蝶肩啊，只是一个帆船般啊。那么这个是缺点之一啊。那么然后就是肘关节啊，是一个单关节带平转啊，所以说只能到90度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可动来说是有一定的问题啊。那么也属于是这个为了一定的造型啊，为了不延伸多余的那段双关节，然后让这个手臂显得更加的这个粗壮啊，这个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啊，但是也算是缺点之一啊。虽然有的时候化繁为简是好的啊，不过这个确实这个可动啊只有90度的话，确实是把一些动作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啊。好，那么然后就是没有小腿平转啊，可以看到啊，这里完全可以切的啊，但是没有啊。OK， 那么缺点就是以上3点啊，以上3点啊。那么然后优点啊，优点就是这次的不管是这只金刚狼啊，还是鹦鹉式啊，首先我觉得这个用料也是偏润的一个近年孩之宝的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手感啊。然后特别是这只金刚狼的一个关节啊。齿轮深色感啊不强啊，那么很多关节，比如说是这个肘也好啊，膝也好啊，虽然还是有大卡位啊，但是停在有些地方它是可以的啊，可以看到啊，它不是说是像这个踝关节一样啊，就那么几个卡位啊，踝关节还是啊平常孩之宝正常的踝关节啊，那么然后这个接地啊，这次调节非常轻松啊，毫不生涩啊。那么然后可动上的优点的话，就是当然一个是头部啊，头部是非常正常的招财猫式啊，那么进行一个这种啊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然后就是这个腰腹啊，胸腰啊，胸腰和腰腹相配合啊，那么特别是胸腰这段，这次的一个无论是往前可以看到啊，胸腰这段也很多，腰腹这段也很多啊，那么就造成一个非常不错的可动啊。那么往后就是靠胸腰这段，那么也还可以，只是穿帮还是比较明显啊。那么然后再配合上这次的胯部，可以看到是采用一个前面是采用一个很窄的一个单部啊，所以说是啊，那么就是为了配合这次的一个游戏中啊，这个金刚狼的这种啊，有一点这种姿势让我想到这个拳皇里面的这个小猴子啊，是吧？这个爪子那个角色啊，那么非常佝偻啊，然后同样也是用爪子是吧？啊，然后有一点这种游戏里面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是，那么这次的优点就是这些啊，还有这个肩胛的转动很丝滑啊，很丝滑啊。OK， 那么优点就这些。啊，对，还有一个就是这次的爪子啊，又长啊，那么然后还做出了一些宽窄变化的一个造型啊，所以说是，然后这次应该是粘死的啊，那么每一个粘的都还是比较牢固啊，那么然后这次总的一个性价比和配件啊，那么只是金刚狼这边一对握拳手啊，可以看到啊，体积也是相对比较大的一对握拳手啊，涂装没有丝毫问题啊。所以说这次的双人套啊，如果说是
从性价比配件而言就是没有穿头雕手型其实我觉得都可以不给就像这种就给金刚狼一对握拳手，这个我觉得都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对于这个定价这种双人套的单位来说的话那么理所应当的是应该每一个人物是有穿头雕的配比这个才说得通所以说是这次的定价也是颇高的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到这个银武士银武士这次的这把50刀透明特效剑的50刀，还有这个特效剑这个特效剑不算软这个软硬程度是非常 nice非常的适中我认为是最好的一个软硬程度那么这把50刀透明50刀的质感也是很不错的但是短了一点，我感觉是吧确实是短了一点不过配合银武士的这种造型和盔甲那么也是别有一番滋味那短一点也别有一番滋味对于老版本来说的话这个上下还是有孔，这个就真的是还是保的这个尿性就彰显的一览无余这个很不应该你把这个上下的孔给它一填，那不就完美了吗？对不对可是完美还早那么这次两边的角左边有一定的变形那么放在吸塑里面也是难免那如果长时间的定一个型可以恢复这个渐变色的涂砖特效剑上紫色的一个涂砖，蓝色透明剑上面紫色的一个涂砖非常不错然后各种的这种能量的这种感觉表现得很好然后那么缺点对比老版我觉得这个那么就是这个塑料成型色全身的一个塑料成型色当然方便把玩，然后配合这次的一个用料比较润的关节比较润的这种把玩性拉得很满的这种一个做法那么也是不错。但是这个成型色我觉得你把这个肩甲和这个裙甲的一个成型色给它稍微再区分一点这个往这个金属银的这种再偏向一点，跟老版那种感觉的话，我觉得会更有层次感目前的话就是比较的统一了一些当然观泽程度的话是有区别问题也不大可以看到后面的一个塑料成型色的一个水纹堪称是稍微恐怖了一些那么有孔关节的这个腿确实是比较软，好在体积还比较粗然后优点小腿平转就因为有这个小腿平转，所以说这个银武士的这个接地那么才没有受到这个有孔关节很软的一个巨大影响如果没有这个小腿平转，那就很难受了，那就废的这个还不错那么银武士的话，缺点就是这个涂砖给的太少涂砖给的太少一些那么然后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这两个肩甲的安插这个直砖显得太敷衍了一些了太敷衍了一些这个很松的一个你多插2次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一个阻尼可言但是对于把玩来说的话掉了再安上去对吧，这个也不是太大问题，而且这次的除了成型色还有一个质感的一个很润把玩很舒服这个还是瑕不掩瑜那么这个头雕的话比起老版也是更有味道更有神色无论是这个牙齿涂砖还有眼睛涂砖勉强还说得过去牙龈的这圈还可以面部的一个肤色渐变也不错OK， 那么其他也没什么太要讲的那么然后就是腰部的这个平转也是这个可以看到两者都是可以360只不过这个银武士360受到这个裙甲的箍着的这个比较硬的这种影响还是影响比较大的那么然后这个可以看到唯一涂砖的这个红色的这标志覆盖力也是不太行那么然后这一只的话也是没有一个蝴蝶关节没有蝴蝶关节，直接就是一个球砖的安插OK那么这次的双人套金刚狼和我们的银武士就介绍到这里那么这个目前当然作为这个游戏卡普空这个系列套装那么整一个角色的这个钻石程度和体积因为游戏嘛它会相对走的比较不写实比较夸张一些的这种路线，所以说整体的粗壮程度体积大小都会比漫画线要更加的夸张一些拿出这个 CT 的吗啡环栏可以看到这个看习惯了这次的双人套的金刚狼，那么再看平时的我们的这个其他的金刚狼，那么
确实是会觉得是瘦弱了一些了啊。这个是80周年浩克双人套啊。那么这次的这个整一个的蓝书啊，那么5进54是一个7寸的身高大小啊。那么然后可以看到这次在一个15.5厘米左右啊。那么如果说拿出16.5厘米的带砍啊，那就是这1厘米的差别啊。那么然后比普通的那么身高方面只高出这个0.5到1厘米之间啊。那么可以说是普通的这个以往的金刚狼的身高，那么是一个 SHF 的身高啊。那么这次的游戏金刚狼身高的话，就在一个 SHF 和标准16.5厘米的6寸人偶中间，那么就是15.5厘米左右啊。SHF 是14.5啊，然后15.5是16.5啊。那么整体的这次的蓝书的身高比例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然后但是粗壮程度可以看到啊，那简直是非常的炫酷啊。那么也是没有办法，作为这个一名蓝粉啊，那么也是发现了这个相对于比较好一点点的这个价格啊，那么又是准现货，那么就果断收入。内心深处的这种喜欢是没有办法言语啊。那么给兄弟们的建议就是，如果说两双人套单只算下来如果达到2张的话，目前就没有必要去收入啊。如果能达不到2张比如说是1.78张这种如果你真的喜欢，那么是比较建议收入但是目前3C 出来的货量也不大所以说是建议还是先观望最好是等着这边港版出来那么价格是应该是会下来我觉得涨价的几率只有20-30%这是我纯粹的一种感觉OK， 那么这期到这里，点关注不迷路，好玩具不停更，我们下期再见。